可能就是要改变普京国际弃儿的处境，因为那对美却展示了俄美关系的缓和。美国军人为普京铺红毯的景象特别引人注目。以雕盘侠著称的前《环球时报》主编胡锡进8月17号撰文说，阿拉斯加刚上演了美俄峰会。周一，泽连斯基去白宫，欧洲国家在俄美峰会前后密集磋商。英法德意等国领导人周日主动表示要跟泽连斯基一起去美国见川普，似乎只有中国在沉默。胡锡进吹嘘说，这个沉默的中共却是乌克兰和平进程隐形而强大的存在。中共是否支持美国调解俄乌冲突，是否支持配合和平进程，结果将截然不同。胡锡进称，欧洲是乌克兰战争输得最惨的一方，他们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武器，还有财政支持，到头来一无所获，连谈判桌都上不去。胡锡进还认为，欧洲多名主要领导人周日表示，他们要和泽连斯基一起去美国见川普，这种没被邀请硬往上凑的表现非常被动，也很卑微。胡锡进继续吹牛，说中共对于乌克兰和平进程是关键力量场之一，中共和平进程自会受益，如果它出现挫折，中共也有承受力。时评人周晓辉8月17号撰文说，双普会的结果非常富有成效，从双方的声明看，川普与普京会谈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，双方在乌克兰问题、美俄合作问题上都进行了探讨，虽然在一小部分上存在分歧，但在很多方面达成了某些共识，这应该包括停止战争、未来的俄美合作。据俄通社报道，俄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德米特里耶夫表示，普京和川普的会谈好得令人惊讶。周晓辉指出，会谈是否涉及中共问题，双方都没有提及，外界无法确知，但也无法排除。毕竟对于美俄而言，中共的角色无法被忽视。对于川普和普京都积极评价的富有成效的会谈，中共官媒第一时间报道的新闻标题是，普特会近3个小时，有进展但无协议，普京与特朗普未达成协议，以及普特会谈近3小时，大阵仗有玄机。报道内容虽然也有客观陈述，但很明显是选择性的，有些内容未报，且在用词阐述上倾向于贬低这次会谈，分化美俄。周晓辉认为，北京如此报道双普会，应该是明白富有成效的双普会对其意味着什么。因为从内心而言，中共是不愿意看到美俄关系走近的，更不愿意看到俄乌战争停止。此前，香港南华早报曾报道，今年7月2号，中共外长王毅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拉斯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。会谈期间，王毅突然说出一句，中共不愿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失败，因为担心美国会将注意力转向北京。王毅的言辞佐证了中共一直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支持俄罗斯，并试图延长俄乌战争的用意。如果俄乌战争在川普的调停下最终停止，对中共而言绝不是什么好消息，因为他们担心的事正在发生。中共的不可靠以及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巨大问题，来自美国的承载压力，应该是普京乐见川普调停成功的主要原因。而俄美关系的改善对俄国的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也都是正面的。如果说俄美关系改善在政治层面对中共是一记重击，同样在经济乃至军事层面也是重击。据悉，此次随同普京访美的还有俄罗斯商业界人士，这应是为战争结束后俄美经济合作打基础。而普京在声明中提到，两国在北极的相互协作是现实的，俄罗斯和美国在贸易、能源、技术和航天方面可以互相提供很多东西，对中共而言很是刺耳。2024年8月20号，中共总理李强曾经访问莫斯科，参加中俄总理第29次定期会晤。除了与普京会见外，还与俄总理米舒斯京签署了会晤联合公报。公报称，中共继续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俄罗斯内政，中俄继续扩大贸易和多领域合作等。与之前的公报相比，此次公报与以往有一些变化，即强调中俄优先合作伙伴，强调中共政权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一致谴责扣押外国资产和财产的行为，并强调有权采取反制措施。公报还提到双方签署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，并要加强装备制造、交通、物流和基础设施、农业、林业、建筑业、化工、轻工业、采矿业、能源、创新与科学应用等领域投资合作，尤其在北极方面的合作提出更加具体要求，在航运开发、航行安全、极地船舶技术和建造方面加强合作，
推动发挥北极航道在国际海运中的作用，提升破冰船服务能力，鼓励两国企业基于市场化原则积极开展北极航道运输合作等等。中共在北极地区的野心近些年逐步膨胀。2018年，中共宣布中国为晋北极国家，计划破冰开辟新航线，并利用冰下自然资源。随后，有消息指，中共正在寻求资金，在格陵兰岛建造3个机场，以使其在加拿大海岸附近有一个军事立足点。据报，格陵兰岛是中共全球战略的关键，是其冰上丝绸之路关键一站。这也是为何川普一再表示要购买格陵兰岛的原因之一，即遏制中共的扩张。如今，希望与俄罗斯在北极进一步合作的中共却被普京打了脸，因为普京本人已经主动提出与美国在北极相互协作。与中俄合作投资领域相比较，普京提出的俄罗斯和美国在贸易、能源、技术和航天方面可以互相提供很多东西，肯定让中共很不爽。普京对中共的戒备心理由此可见。正如中共所担心的，一旦俄乌达成中战协议，俄美改善关系，中俄合作很难不发生变数，这只能加剧中共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各方面的困境。毕竟对于普京而言，川普远比中南海高层靠谱得多。因此，自媒体人姜森哲也在8月17号的节目中说，中共是这次双普会的最大输家。姜森哲分析，随着中共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，俄罗斯担心自己在中俄关系中成为次要伙伴。普京当然不愿看到俄罗斯沦为中共附庸，而川普对俄罗斯的政策给普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项。本次双普会不仅改善了美俄关系，美国也向俄罗斯抛出了橄榄枝。俄罗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是在与中共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，这对中共来说是个坏消息。中美冲突日益加剧，中共原本希望俄罗斯成为坚强后盾，分担来自美国的压力。俄罗斯中立将使中共对抗美国的实力大大减弱，在中美对抗中处于被动地位。对美国来说，俄罗斯中立会是一个重大战略红利。反向尼克松策略不仅可以成功分化中俄关系，还为美国争取到一个潜在的中间人。俄罗斯虽然不会完全倒向美国，其中立态度足以削弱中共对抗美国的棋局。例如，一旦南海爆发军事冲突，如果俄罗斯保持中立，中共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。这种局面正是川普总统愿意见到的，这就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。俄罗斯中立不仅可以削弱中共的力量，也为美国在全球博弈中拿到主动权。看来，普京的目标不是俄乌的暂时停火，而是要把普京从中共的怀抱中拉出来，不再当国际弃儿。川普釜底抽薪的高招让中共坐立不安，难怪有传言说，习近平又急火攻心，住进301医院，急召上海专家赴京会诊。俄罗斯一旦疏远中共，中共必将独木难支，这才是川普真正想看到的结果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